为什么批射游戏大多没有通关？玩批射游戏，你是不是也会在那一刻愣住，看着地图上那个被你经营了几百年的国家，明明已经称霸全球了，却找不到一个游戏终点？每次玩到这种时候，想停下来又舍不得，继续玩又觉得接下来还能干嘛？嘿嘿嘿嘿，其实啊，这正是批射游戏最折磨人的地方。你看欧陆风云、十字军之王、钢铁雄心、维多利亚，这4盟压根就没有预设的胜利条件。你统一了世界，系统也不会弹出 victory。你的家族延续了700年，游戏也不会强制结束，赢不赢全看你给自己定什么目标。批射玩家间有句话，你觉得你赢了，那你就赢了。唯一的例外是群星，这游戏真有胜利条件，但是就算你达成了胜利条件，到达了胜利年份，这局游戏依然可以继续玩下去。传统游戏打倒最终 BOSS 就完结，但批射游戏的最终 BOSS 其实是你自己，这一点在群星里最狠。你为了胜利，净化人口，征服邻国，引爆恒星，你的破坏力比起天灾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小猫我也是，看到一颗颗活生生的敌方星球在我眼前引爆，心痛的都揪起来了呀。不是批射没能力做终点，而是他们故意把终点做成了一个可选项。游戏走到设计者安排的剧本高潮，比如群星的天灾结束，比如欧陆风云走到时代尽头，系统会轻声问你一句，还要继续吗？你可以停，也可以接着玩，但接着玩就没有现成的剧本推着你走了，你得自己给自己写戏。这就是为什么批射玩家常说，批射游戏不是用来打通的，是用来经历的。传统游戏是线性的，有开头，有高潮，有结尾，打倒 BOSS 就通过胜利。但批射游戏是沙盒式的模拟器，它给你一个活生生的世界，一套自洽的运行规则，然后就撒手不管了，剩下的全靠你。历史本来就没有终点，一个国家的兴衰，一个家族的起落，一个银河帝国的崛起与毁灭，这些都是连绵不绝的河流。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会在一件事的中间画个句号说此处剧终。批射做的不是游戏，是历史的模拟器，他们把何时结束的权利交还给了你。好了，今天就说这么多。其实我就像那些批射存档里的小国家，特别害怕被你们遗忘，每天都眼巴巴地盼着能多得到一点点喜欢。如果这些视频让你觉得还有点意思，能不能给闹人我点个3连呀？嘿嘿嘿嘿，你们的每一个赞都能让我安心好几天呢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喵。